老爷，你要挺住啊！抱歉，我们尽力。董事长没事吧？千万不能让易中山知道老爷已经不在了。董事长去世的消息，麻烦您一定要替我保密。此是老爷一辈子的心血，我得先稳住易中山，防止他趁乱夺权。董事长情况怎么样？要不要紧啊？老天保佑，董事长的病情很稳定，手术很成功。哦，是吗？那我要去看看董事长。医生说了，董事长需要静养，任何人不得打扰。集团最近业绩下滑，股东们有情绪，我也是没办法，只能答应他们3天之后召开股东大会，到时候啊，让董事长当面敲打敲打他们。放心吧，董事长一定会准时出席的。那就不打扰董事长静养了，咱们股东大会见。老东西，不死也得成植物人，3天后看你们怎么收场。股东大会，这可怎么办？老公啊，不是你认错人了吧？我就是个送外卖的，哎，我不是你老公了。哎，马上给我查一下这个外卖员所有信息。天底下居然有长得和老爷一模一样的人，真是苍天有眼啊！找到他，让他参加股东大会，公司就有救了。儿子的事办怎么样了？大猫托了关系，但是什么呀？对方要20万，啊用来打点领导关系。要不咱把这老房子卖了吧？啊，毕竟啊，儿子工作最重要啊。以后咱们租房子住。这是我爸留给我的老房子，也是我唯一的念想。你以为我想卖啊？不都是为了儿子吗？爸，您别为难了。那中海集团我也不是非去不可，我以后跟您一样去送外卖，我一样能养活自己。那不行，爸怎么能让你去送外卖呢？为了前程，卖个房子算什么？
哎，这怎么是你呀？做你老公？不行不行，我有媳妇儿，我有儿子，哎，坚决不行啊！是让你假扮我老公，又不是真的啊，有酬劳的。让我演戏？我哪儿会演戏？我跟你这里是1000万，算作定金。你帮我演完这场戏，总酬劳1个亿。什么？明天早上8点到公司来找我。啊！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哎呦，赶紧回家呀，告诉玉芬和孩子们，哈哈，去报喜喽！呀，那个傻帽啊，刚走你就猴急猴急的来了，万一被他发现了，我看你咋办？怕什么呀？他不是卖房子去了吗？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那都把卖房子钱一到账，咱们就跟他一刀两断。我之前呀骗那个傻帽说投资拍网络电影赚钱，哎，他竟然信了。你们俩呀，我又卖房子了。我不跟你讲，有人请我当演员，居然有仇。你们俩居然背着我，你个李大帽子，大爷的！我跟你说，媳妇儿啊，你们俩背着我这事儿有多久了？多久了？哎呀，吵死了！你们能不能小点声？洋洋，你回屋去。那我不，爸，你没事吧？你叫他什么？事到如今，也没有必要瞒着你了。你想的没错，洋洋的确是我和大茂的亲生儿子。我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我省吃俭用，我衣服都不舍得买一件儿，你居然背着我出轨这个理，还生了这个孽畜啊！你对得起我为这个家付出吗？江建国呀，你真够天真的，你就是一个又穷又没有出息的废物。你觉得我会跟你过一辈子穷日子吗？你想得美呀！你给我戴绿帽子啊，还理所当然，这就是你出轨的借口。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那副穷酸样。我跟你在一个屋檐底下过了这么久，是你赚到了。这么多年，我从小宠到大的儿子，却是给别人养的，亏我还要卖房子，给丫丫找工作。别太难过，建国，我现在是公司领导，洋洋工作的事儿，那我是轻而易举啊。美中不足的吧，就是你这个破房子，我没弄到手。爸，这破房子值几个钱呢？算了，从今以后啊，也没人给这个老不死的东西养老送终了。这破房子就当做他的棺材本啊。老姜，你看看洋洋多向着你呀，连你养老送终的事儿都替你考虑到了。快签了他吧，别耽误时间了。刚才你说有人找你拍电影，是谁瞎了眼会找个外卖员当演员呢？估计这卡里呀也没有多少钱，你自己留着花吧，穷光蛋。这里是1000万，算作定金。你帮我演完这场戏，总酬劳1个亿。我签，希望你别后悔。收拾好你的行李，滚出我家！这些破烂儿留着你自己用吧。
这猪窝一样的地方，我1分钟都不想待了。行了，洋洋啊，这些年你在这个破房子里辛苦你了啊！从今往后，爸一定好好补偿补偿你。我们一家3口去吃大餐呢，而你这个臭送外卖的，只配在这里吃泡面。这就是你和大茂身份的差距。我们走。我这些年吃的苦够多的了，今天要奢侈一把。柱子，今天晚上吃大餐，我请客。怎么样？我选的地儿还可以吗？哎，建国啊，你是不是发财了？这么高档的餐厅你都敢来消费，你不怕你媳妇骂你？我跟秦一芬离婚了。啥？好好的怎么离了？那五郎没劝你们俩吗？柱子，我这辈子真的太失败了。你说事业吧，一败涂地，老婆跟人跑，就连儿子都不是我亲生的。居然有这样事！老姜，你告诉我是哪个王八蛋这么畜生，我替你教育教育他。哟，蒋建国，出息了！一个送外卖的，也敢上这么高档的餐厅吃饭？服务员，这里有2个吃霸王餐的，把他们给我赶出去！哎，李大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年你穷得叮当响，是谁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钱来，帮你渡过难关的？是建国呀！啊！你这个白眼狼，猪狗不如的东西！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哎，把我的衣服弄坏了，把你卖了也赔不起。我现在是中海集团的中层领导，人上人，比你们俩人到中年还骑着破电动车送外卖的底层垃圾高了不知道多少个阶层呢。你啊，别冲动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咱们吃咱们的。来，波士顿龙虾、深海鲍鱼、鱼子酱，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看给他嘚瑟的。建国，咱们换个地方吃，这块太贵了，改天再收拾这个狗东西。你就坐下，安心吃啊，安心吃，安心吃。哎，服务员，来，你过来一下来。请问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土包子，这可是里海产的野生大白鲟鱼子酱，一克就1000多块，见过没你？什么样子？还放在手背上舔，跟抠天抓的姿势一模一样。你呀，就是吃不到葡萄就说那葡萄酸，要不然你别求求我，兴许我一高兴，我能赏你一招。你的一丢丢够谁吃的呀？我自己买得起。服务员啊，给我和我朋友一人来1罐，1人1罐。建国，你这是干啥？这鱼子酱一克1000块，这一罐就剩50万，咱俩哪里能吃得起？建国，你这是打肿脸充胖子，贷款吃饭。我头一回见啊！你今天这顿饭吃完，你回去不得卖房子呀？建国，别冲动，
为了志气不值得。怎么了？堂堂中海集团的李总，不会连2罐鱼子酱都吃不起吧？谁说我吃不起的？夫人，江建国客官的破摔就算了，咱不能上头啊！也是啊，咱们洋洋还没结婚呢，哪像他光棍一个。洋洋，咱们走。哟，怎么怂了啊？吃不起就别来这么高档的餐厅。呸！建国，他们走了，咱们赶紧把点的菜退了吧。哎呀，老哥，你别怕，我有钱。来，坐，服务员，来，再给我来2瓶最好的红酒啊！来。啊，看见了吧？这就是最好的生活呀！不贵不贵啊！哎呀，不用怕啊，我有的是钱。我跟你说，今晚的消费啊，全部我买单！男人有钱就变坏，真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昨晚喝了太多酒，到现在头都是晕的。董事长，早上好。你好，你好。董事长平时不苟言笑，今天怎么这么客气？还有这一身农民工打扮，是什么情况？怎么了？我身上有什么脏东西吗？你除了脸长得跟董事长一模一样，这形象气质相差甚远。哦，是吗？首先，你得知道董事长的基本情况。中海影视集团是老易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发展壮大的。他工作中是个非常严肃的人，因为他对影视行业特别有感情，所以他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不是，你等会儿，影视行业，我曾经也投资过一部影视剧啊。我跟你说，我掏出了所有的家底儿。江建国，你不要给我东拉西扯那些没用的，你先听我讲。好，你说吧。你记住，作为董事长，你的言行举止一定要有权威感。这样，我们来模拟练习一下如何与员工打招呼。好，董事长，早上好。你好，你好。你是董事长，怎么能对员工卑躬屈膝呀？那我应该怎么做呀？你不是送过外卖吗？我是送过。你想一下，你的老板怎么跟你打招呼的？老板，早上好。比刚才好多了。就这样。江建国，我相信你勤加练习，一定可以胜任这个角色的。是吗？这样我们再多练习一会儿。你等我一下。来，换上这套西服。怎么样？果然是人靠衣装，你现在和真正的易中海一模一样了。我去，这大公司果然不一样，太震撼了。洋洋啊，托你爸的福，你以后啊就在中海集团上班了。行了啊，你们2个到会议室等我，我去安排一下洋洋入职的事儿。
走，跟他走。哎呀，简直是太气派了！哎呦，哇，真皮嘴啊！就是说，哎呦，我跟这个易中海长得也太像了。哎，真是同人不同命啊！哎呀，像我这样的乡巴佬，也居然有机会坐在这里啊！我有事儿先出去一下，你在总裁办公室里再找找总裁的感觉。好，给我倒杯水过来。当然可以，董事长，我马上送过去。喝水都有人专门送我，这有钱人的生活简直不要太爽啊！哎呀，哎呀，这个董事长，您的水。秦一芬，他俩来干什么？刚才那两个人来公司干什么？啊，听说是公司主管李大茂的儿子来公司办理入职手续。真是冤家路窄呀，居然在这里见到他。董事长，您在说什么？啊，没什么。这个入职公司，他难道不面试吗？这个因为易副总打过招呼，所以面试就免了。胡闹！公司入职必须面试。那这样，我现在没什么事儿，哎，你去叫那个姜武阳来我们办公室，我亲自面试。好的，董事长，我现在就去。来，这个我去。这装修豪华的会议室，简直就是我成功的象征。还是我亲爸李大茂有能耐，能把我安排到这家行业第一的影视公司。要是靠那个送外卖的江建国，恐怕我这辈子都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呀。那当然了，你爸和副总裁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就你这份工作，换作是别人，那挤破头都争取不到的机会。对于你爸来说，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哎妈，你说啊，要是让江建国知道咱离开他，比以前好10倍100倍，他会不会羡慕嫉妒恨呢？他哪有那闲工夫啊？估计他现在呀，正顶着大太阳，骑着他那小电轮在送外卖呢。姜武阳，快跟我来，董事长要亲自面试你。董事长，江建国怎么在这儿？老东西，我告诉你，今天可是我入职的大日子，你要是敢坏了我的好事，我打断你的腿！就凭你啊，还想进中海集团？看你这身打扮，你是来应聘司机的吧？怎么没钱了？出来打工赚钱还债呀？江建国，那天在高级餐厅，你点菜的时候不是很潇洒？怎么不送外卖，改当专车司机了？难道你是冒充霸道总裁吗？原来那天在餐厅，江建国是受了前妻的刺激，才报复性消费的。是我挫败了他。今天晚上所有消费啊，全部我买单！江建国以1敌2可能会吃亏，不行，我得帮他。哎，李大茂，你不是自称母胎单身40年吗？那怎么来个20多岁的儿子呀？不会是捡来的吧？易总，洋洋真是我亲儿子。
算是最近才团聚吧。还望易总能批准我儿子来中海集团工作。安排工作，那不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吗？易总，董事长把姜武阳叫到他那里去了，说是要亲自面试他。什么？狗眼看人低的贱人啊！我可是……哎，别解释，难不成你是要冒充霸道总裁吗？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西装，你就能从土鸡变凤凰吗？你别做梦了，你这辈子就是个当牛做马的命。说归说，闹归闹，一会儿易副总过来，我劝你赶紧从我眼前消失，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你呀，你就跟李大茂一样，你骨子里啊都是坏种。老东西，我让你嘴欠，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住手！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没想到易中海竟然活过来了，真是命大。他刚才打我，肯定是因为想起了是我把他推下楼梯的。这下糟了，该怎么办才好？不是，你这个废物，你不是被保安赶走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看你这副德行，要是你穿了一身西装，也改变不了你土狗的气质。就是东施效颦说的就是你。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西装，这摇身一变土鸡变凤凰了啊？哼，还敢出现在董事长办公室？难不成他是来应聘专职司机的？大茂，你还别说，就他这身打扮吧，和这专车司机呀，就差一副手铐了。胆出现在董事长的办公室，我看你是吃不了兜着走啊！李大茂这个蠢货，可千万别冲动，给我捅出什么娄子来！哎，易总脸色这么难看，江建国可不是被赶走这么简单了，搞不好会打成残废呀！我得抓住机会，在易总面前好好表现。江建国，看见易总还不行你这是不把易总放在眼里啊！赶紧下跪给易总道歉，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我要是不呢，就凭你还没资格对我指手画脚。看来你是还没有认清现实，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你出息了，竟敢还手！给我住手！易总，你看我怎么收拾他！给我闭嘴！易总，您打我做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李大茂这个愣头青，刚从分公司升职到总公司，竟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董事长。最重要的是，这家伙竟然头铁想打董事长。李大茂，还不赶紧给董事长道歉！董事长，易总，您是不是搞错了？他就是个土逼外卖员，就是他这一身西服，那都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就是啊，你看他土里土气的样，哪有一点领导的气质呢？就是，你这玩笑开的太大了吧？哎呀，你给我放！这几个好像是之前欺负过江建国的人，他们肯定认识江建国，得想办法堵住他们的嘴，不然就露馅了。你们看看这个，这是董事长和他最喜欢的老爷车一起拍的照。这易中海，你们几个不长眼的，给我看仔细了！没想到董事长易中海竟然和江建国那个废物长得一模一样，人家是身价数亿的国内龙头企业老板，这江建国却只是个送外卖的土鳖，真是同人不同命啊！哎呀，这都是误会啊！我们呐认识个送外卖的，居然呢跟董事长您长得一模一样啊！刚才我们是认错人了。是，董事长，
真没想到这天底下真的能有一模一样的人存在啊！刚才呢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以为是我认识的那个废物呢。你说谁是废物？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看我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该打，该打，打得好！你一个小小的部门主管，竟然跟董事长出言不逊，我看你真是孙猴子上天庭，你无法无天了。你就是来面试的新人呐？这董事长，是的，是的。这位是，哎，你叫什么来着？啊，我叫姜武阳。你好，董事长，我是新来面试的实习生，我毕业于……面试不通过，你可以滚出去了。董事长，我连自我介绍都还没说完，怎么就不通过了呢？就是董事长，怎么能也让我们家洋洋把话说完呢？看你就是贼眉鼠眼的样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公司不需要你这种员工。难道董事长已经知道我收了李大茂的钱，才安排姜武阳进公司的？这可怎么办？姜武阳啊，董事长说的话你没听清吗？赶紧走吧，还在这打扰董事长。我不走，我爸都说了，我来中海集团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况且你们也收我钱了，我入职要是没办成的话，那你把钱给我退回。哦，有这种事儿？董事长，你可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啊！你不能只相信他一面之词啊！这个姜武阳啊，你确实是满嘴跑火车呀。行，那我姑且暂时就信你一回。那个董事长，这个姜武阳吧，他是我儿子。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想让我儿子子承父业，在咱们中海集团贡献一份力量。哎，还请董事长三思。你就是李大茂？是。你姓李，怎么你儿子姓姜啊？哦，我知道了，原来你是收了姜武阳的好处，在我面前撒谎。董事长，这姜武阳他确实是我亲生的，但这说来话长。是吗？难道是你给人绿帽子，磕这个情谊分，剩下这个孽种？诶，董事长，我们初次见面，你怎么就知道我的名字啊？糟了，我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是董事长易中海。易中海怎么可能知道秦逸芬的名字？这个因为那是因为董事长需要面试，所以在你们进来之前，董事长已经提前看了面试人员的简历，简历上写了父母的名字，所以董事长才知道了。还是娄小娥反应快。董事长还是一如既往的细心，真是让人佩服。公司不需要这种道德品质低下的一个败类啊！谁让你把他调到总部工作了？哎，董事长，是我审查的不够严格，您息怒啊！我这就让李大茂回分公司去。回什么分公司啊？李大茂，你被公司开除了！董事长，我一家老小都靠我养活呢。董事长，您行好，让我回分公司工作吧，我求您了。如果我没了工作的话，我全家都得喝西北风啊！董事长，李大茂啊，一家人是死是活，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哎，退一万步讲，像你们这种社会的蛀虫败类啊，你们死光了，对其他人都是好事儿。保安，把他们3个人给我赶出去！你别，董事长，哎，你大仇得报舒服了吧？啊！接下来该轮到你帮我了。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今天要你来公司的目的是让你以董事长的身份参加下午的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我也没当过什么董事长，你让我骂人行啊？但其他的我一窍不通。所以要对你紧急特训一下呀！学习专业知识你肯定来不及了。哎呀，
但是关于股东的基本信息，你一定要牢记于心。哎呀，我先简单给你讲一下我老公易中海的生平。他年轻的时候在剧组是做摄影师的，因为对电影行业的喜爱，后来创业开办了这家中海影视集团。哦，对了，我曾经呢也砸锅卖铁投资了一部网络电影，哎呀，可惜没红。就为了这部电影，我还让那李大猫给我黑了钱了。但是我跟你说，我那部电影拍的真的挺好的。哎，他这个名字叫……你先别打岔，听我讲啊！你说。中海影视集团上市以后，在老易的带领下，逐步成为了行业的龙头。集团除了易中山以外，还有3大股东：赵总、孙总和钱总。咱们先从这个赵总说起。市长，银行卡给您买回来了。啊，嘿嘿嘿。哎呀，来，你继续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我没把洋洋安排在中海集团，倒把自己搭进去了。这不江建国外卖服吗？总感觉这一种还有问题，肯定是江建国假扮了。这也太臭了吧！那能不臭吗？那可是被我们俩按在马桶里洗过澡的。好啊，现在证据确凿，我看他还怎么狡辩。走，找易总去。李大茂，有话说有屁放。不过我可告诉你啊，你送给我的孝敬费，那我是不会退给你的。易总，我说的不是钱的事，我要告诉你的是，董事长是假扮的。李大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董事长是我亲哥，我怎么能认错？易总，你听我说呀，之前我在垃圾桶里捡到了这个，之前江建国来公司的时候就是穿的它。这董事长肯定是他假扮的。你说什么？江建国是谁？江建国是我前夫啊，他是个送外卖的。你前夫和易中海长得一模一样，真是笑话！这天下怎么能有长得一模一样的陌生人呢？易总，江建国确实和易中海董事长长得是一模一样。您贵为董事长的亲弟弟，看走眼了也情有可原嘛。易总，你看看这个呀，是我和我前夫的合照。你看看这个土老帽，他是不是和董事长长得一模一样啊？受伤出院这么快，原来是个冒牌货呀！快，跟我去董事长办公室，我要当面揭穿他。赵总这个人好色，有一次啊，他背着他老婆偷腥，被我和老易在酒店撞到过。哎，这不是赵总吗？这么巧啊！这位是，那个这个是哦，明白，我问就是了。赵总的老婆是出了名的母老虎，而且赵总的生意啊，全靠着他岳父发家的。他拈花惹草的事情，如果让他老婆知道，可真够他喝一壶的。出轨偷情的人腿就给打断。再来说一下这个钱总这个人贪财。他和孙总合伙开了一家经纪公司，他在暗地里可没少黑孙总的钱，孙总都不知道。
这个孙总在道上也算是个人物，黑白通吃。如果让他知道钱总黑了他的钱，这个姓钱的估计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这合伙做生意啊，最应该讲究就是诚信，就背后捅刀的这种啊，就直接就是在活埋了的。前边2个人都有软肋在我们手里，不足为虑。只是这个孙总难对付，而且他和易中山还穿一条裤子，狼狈人间。江建国，这个冒牌总裁证据确凿，你还狡辩什么？这个李大茂，一件衣服说明不了什么，兴许是别人丢到垃圾桶的，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我都看见他穿着这身衣服进公司了，我和我儿子一起看见的。你这个满嘴跑火车的人，谁信你的鬼话？不信你就问前台，他可以证明。早上我确实看到董事长穿的这件衣服来的公司。董事长，这衣服一股下水道味儿，您怎么会穿这种衣服？董事长平时是很爱干净的，怎么会穿这种又臭又脏的外卖员的衣服呢？这个啊，其实呢，我最近呢想拍一部关于外卖员的电影，所以穿了这件衣服体验生活嘛，为了筹备电影做准备。哦，真的吗？想知道真相很简单，让大家看看你衣服里面是不是穿着个地摊上买的，还打着补丁的破背心儿。站着！算个什么东西，敢对董事长动手动脚的？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撒野。怎么不敢让我脱？证明你们2个心里有鬼。易总，我敢跟您打包票，他绝对不是董事长，他一定是那个外卖员江建国假扮的。易总，只要把他的衣服脱，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董事长，既然大家这么热情高涨，您就把外套脱了，让我们看看您那件衣服里到底有没有补丁吧。绝对不行！董事长身份尊贵，岂能当众脱衣服？来人！夫人有何吩咐？给我把这些不尊重董事长的人打出去！我看谁敢！怎么，连我这个董事长夫人的话都不听了吗？夫人，您看，一边是您，一边是您亲小姑，您的家事我们实在不好插手。您看，您就别为难我们这帮底层员工了吧。既然这样，那你把易副总他们请出去吧。董事长大伤初愈，需要休息。易副总，请吧。董事长需要休息，您还是带着您的人出去。易总，只要是把他的衣服脱了，就能知道真相。易副总，你们不敢可以，我让你们收拾这个刚开除的李大茂，不算为难你们吧？来，给我上去扇这个嘴欠的李大茂100个嘴巴子！慢着，这平白无故的让董事长当众脱衣，确实是有伤风雅。但是你们都怀疑董事长的身份，刚好我有几个关于电影行业的问题需要请教。您要是回答上来，我们立马走人。糟了，糟了！江建国对专业知识一窍不通，肯定会露馅的。易副总，你也知道董事长大伤初愈后需要休息，你有什么问题日后再问吧。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让董事长描述一下一部电影的概述。这部电影董事长在住院之前看过，名字叫做《食神争锋》。这是一部小众的不能再小众的电影，如果董事长是别人假冒的，肯定没看。但是董事长受伤以后记性可能不大好，我看我们还是是不是我能讲述这部《食神争锋》的概述，你就可以走人了？当然。
这董事长真厉害，我怎么说不出这么有见地的话？你说不出来是正常，要不怎么说你支持不完，人家是董事长。竟然解读的如此细致有深度，这可不是冒牌货随随便便就能说得出口。难道他真的是董事长？我之前跟你说过，我砸锅卖铁投资拍的那部电影，就叫《是身争锋》。如果你们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就可以出去了。等一下，董事长，你血糖高，怎么能喝这种劣质的高糖饮料？这是因为我被你们这群混账王八蛋白眼狼子搞得苦得很呐！哎，我他妈喝点甜的中和一下，怎么了？怎么了？这个李大茂真是把我害惨，真不该信他那些鬼话。董事长，这是一场误会，误会！别说了，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快滚！这次算咱们运气好，以后小心为上。放心，我以后会注意的。太热，渴死了。董事长有什么吩咐？那个董事长也是董事长，霸气点，龙井。给我来一杯82年的龙井。朽木不可雕也。易总，这个董事长肯定是假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能让他露出马脚。易总，这个愣头青，你差点害惨我！是真是假，我自己会查。这个李大茂嘴里有毒，按在马桶给我洗干净。你是易总，大家，你没事吧？这李大茂做事虽然冲动，但是也让我们看到，这董事长的行为确实反常。他的身份是真是假，确实迷雾重重吧。他的身份确实是可疑，可是这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能硬刚啊。高，实在是高，是真是假，在此一举。这群王八蛋下手也太狠了！大猫，你没事吧？都是因为这个江建国，害我丢了工作，还被欺负成这样，我他妈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这口气就对了。我有个任务交给你，能让这个冒牌总裁彻底露馅，事后你还能官复原职，感不感兴趣啊？只要能办到的，你尽管吩咐，干什么都行。这事只能找你这个外人去做，万一失败了，我就处理你，不至于把我也拿下手。你别说，这82年的龙井还挺好喝。我说我不喝，你非得让我喝，这哪里是茶，这分明是酒。好喝，来，喝点。我不喝，喝点真好喝，不喝。来喝，对，对，哎，好喝吧？哎呀，别说，这有一股酒味儿。董事长，这您可不能怪我。你点名要的82年的龙井，我只好用82年的拉菲给您煮的茶叶。董事长，夫人，醒一醒，董事长。
干什么？这我睡着，别理我。说什么呢？哎，我什么时候睡着？你笑什么？没什么。看你们老夫老妻这么多年还这么恩爱，心里羡慕。你进来干什么？股东大会开始了，易副总让我叫董事长跟夫人过去呢。哎呀，这怎么一下睡到下午？哎呀，快点啊！赶紧走！啥？快点！去哪儿啊？快走吧！这董事长排场就是大，董事会都开了半个多小时了，他却在办公室里睡大觉，居然还搂夫人。那又怎么样？你敢去叫醒他，那还不是叫前台去叫吗？你说人这两口子，这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有激情，这不像我家那，我俩现在就跟那个寝室室友似的，没商量。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那就开始吧。最近公司业务遇到了瓶颈，董事长又住院，导致公司股价上下波动。董事长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和发展策略和我们大家说一下，也好让我放心。孙总，董事长刚刚回归，对于公司目前的状况还需要时间了解。我看我们还是推迟一下时间，后天再开股东大会，正好呢，给董事长一些准备时间。娄小娥，虽然你贵为董事长夫人，但话说到尾，你不是董事会成员，你没资格在董事会上发言。各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大家都知道我最近身体确实欠佳，给我2天，让我好好思考2天。后天的股东大会，我一定给大伙一个满意的答复。易董事长，我们等不了了，董事们需要一个答案，我们的股民也需要吃一颗定心丸。今天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下糟了，让我讲电影还可以，公司运行管理我一窍不通啊！这突如其来的股东大会，我该怎么办呢？钱总、赵总，我想听听你们对于董事长回归后公司未来发展看法。董事长啊，我不是质疑这能力啊，你看你也是离开公司有一段时间了，那公司现状呢也的确是遇到瓶颈了，那你就跟我们这董事说说，你有什么好的应对之策吧？是董事长，您就不要推辞了，我很期待你的高见。再来说一下这个钱总，钱总这个人贪财，他和孙总合伙开了一家经纪公司，他在暗地里可没少黑孙总的钱，孙总都不知道。哈哈哈！哎呀，赵总，钱总，哈哈！哎呀，赵总啊，咱俩可是老熟人了啊！上次我们是在滨海酒店见着的吗？如果上次见的那个女人，如果让嫂子知道了，会不会以她的脾气把你打成猪头啊？啊，这不是钱总吗？钱总，我听说你现在和某人合伙开了个经纪公司啊，生意还好啊？哎呀，钱总，要是让孙总知道了你做假账黑他钱的事儿，你估计现在应该住在医院，是不是？赵总，钱总啊，这股东大会呢，我觉得还是原计划，后天举行。哎，二位意下如何呀？哎，没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很好，没问题，没问题。哎，后天是吉日啊，股东大会就得后天开。哎，对，你这我还记得，我刚想起来，我下午还约了个客户呢。那个，咱就后天再见啊，后天再见。我也有事儿，后天见啊，后天见。两位，董事长之位，能者居之。董事长如果做不好领头羊，就应该主动把位子退下来，把它让给更有能力的人，比如易副总裁来接替。说到底，不就是为了钱吗？股价下跌了多少？董事长愿意个人出资，把各位股东的缺口
胜。易夫人，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公司出现的问题不简简单单只是用钱来解决，我们不差钱。没错，我们要的是策略。您一向做事雷厉风行，今天怎么扭扭捏捏的呀？如果今天您不拿出一个策略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董事会来选举新的董事长人选了。都怪李大茂这个王八蛋！要不是他闹事儿，我怎么会喝那么多82年的龙井？我怎么会睡过头？我怎么会这么被动？分头找，爸，找到了。这回我看他怎么抵赖。真厉害，这么快就找到了。这沉呢。董事长啊，您该吃药了。您大伤初愈，药得及时吃，身体要紧。对，不劳董事长来回折腾，我让前台把药送了。董事长办公室没多远，是不用这么麻烦，我带董事长吃药就行了。出了这个门，就先逃离这是非之地。那怎么能行？前台马上就送到，很快的。把董事长的药送到会议室来。想溜哪有？各位，当初股东协议上明确写着，董事长1年有1次的一票否决权。现在董事长就要使用这一票否决权。今天就到此为止，股东大会我们后天再开展。娄小娥，你是在拖延时间吗？易中海明显就不适合当我们的公司董事长，我们今天就是要把他从董事长的位置上推下。孙总，你不过是一个董事，难道要凌驾于董事长之上，凌驾于股东协议之上吗？娄小娥，你一个全职太太，好大的官威啊！在座的各位都是公司的股东，他们有权知道公司的发展策略，否则他们怎么能对自己投的钱放心呢？刚才是孙总出言不逊，现在是你这个白眼狼。怎么，易中山，难道你也要造反吗？哼，什么叫造反呢？现在董事长的身份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如果他是个冒牌总裁，何来造反一说呀？董事长是假的？不可能吧？这董事长这不是在这儿呢吗？对呀，那董事长也不能是猴子变的。不是李大茂啊，你是阴魂不散呐！江建国，我就是来看你倒台的。大家静一静啊！有人举报，此人跟董事长长得一模一样，而且是被人花钱雇来冒充董事长。大家不要疑惑，今天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验证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董事长。这个里面装的是机密文件，只有董事长才知道密码。如果你能打开这个保险，那你就是真的董事长，否则你就是个冒牌货。完了，那个密码只有董事长自己知道，他怎么可能打得开？这回真完了。快点摁密码呀，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易中海，我们的董事长。不敢了吧？打不开，你就是冒牌的董事长。这平白无故的打开这个箱子，多没意思啊！我们敢不敢赌点什么？江建国，你是不是傻？我们现在已经在悬崖边上了，我烧眉毛了，冷静点儿，不要玩火。我们现在已经被赶压了上架了。哎，赌赢了，我们还有一丝希望；如果赌输了，反正也是被揭穿，什么都没有，无所谓吧。
我跟你赌，就赌公司的股份，谁输了，把股份全给对方。这不公平！董事长有51%的股份，是公司最大的股东，而你只有15%，你凭什么跟董事长对赌？那就赌15%的股份。如果我输了，我就把我15%的股份全部给你们；如果董事长输了，那就把15%的股份给我。这样总公平了吗？易中山24%的股份加上我15%，再加上赢来的15%，就能超过50%，公司的控制权就能完全掌握在我和易中山的手上了。好，就这么定了。好，口说无凭，立字为据。江建国，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啊！假的，终究是假的。你不说话，没人帮你当哑巴。相信自己的直觉，希望陆晨说的是对的，这个是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冷静，江建国，你一定能做到。我就说虚惊一场嘛，怎么可能会有人冒充董事长呢？就是，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2个一模一样的人？不可能，肯定不可能！江建国，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保险箱的密码呢？蒙对的，一泽，他肯定是蒙的。一泽，赶快叫人把他赶出去！一泽，你给我闭嘴！口口声声给我打保镖，说他是个冒牌董事长吗？可是，哎，孙总啊，愿赌服输啊，你的股份我就笑纳了。别忘了，以后啊，你就没资格参加股东大会了。这不可能！董事长，我错了，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有眼不识泰山，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石孙呐，你别血口喷人，你自己做的烂事你自己负责，别往我身上扯。血口喷人？什么叫血口喷人？我要不是把你抬上董事长的位置，我能铤而走险把我自己全部的股份压在这儿吗？好，要死一起死！你以前在公司没有股份，你不是董事。保安，把他给我查出去！这就是你背叛董事长的下场！呸！易中山，我跟你没完！幸好我没有跟风去做出头鸟，否则被赶出去的就是我了。李大茂，该说你了啊！你胆敢污蔑董事长，在公司造成多大恶劣的影响！来人了，把一丘之貉给我赶出去，给开除了！我一定会找到你的证据，然后拆穿你的真面目！江建国，江建国！欢迎董事长和夫人回家。你好，你好，你好。江建国啊，你以后就跟我住在这边吧。这样不太好吧？是不是太快了一点？我刚离婚，我就是个中年屌丝。你说你要是不雇我当演员的话，我现在就在外面送外卖呢。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我也没有理由不同意，是吧？江建国，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太龌龊了？我让你住在这边，是担心易中山发现你回去住那个小破屋，他会起疑心的，这样对我们不利。从今天开始，我睡主卧，你睡客房，这就分清楚了。先不说这个了，给你看样东西。什么呀？看。儿子，你看清楚了是吧？
江建国真跟那个娄小娥进了别墅？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江建国和娄小娥一起上的车，我还一直跟踪他们到别墅门口。那两个人有说有笑下了车，一起进了别墅。好，太好了！如果江建国现在不在这个小破房子里，那就是继续做那个演员，演那个董事长啊！易总会重新信任我们，我们就还有翻盘的机会啊！快别说了，让钥匙打开门看看，江建国在不在家，不就知道了吗？你谁呀？好你们这些贼呀，竟敢入室盗窃，我要报警了！贼？这是我家，你们才是贼吧？难不成你是江建国外边养的情人吧？这江建国有两把刷子啊，艳遇不小啊！说什么呢你？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小三儿啊，艳遇的，还有啊，这是我家。哎呀，跟他废什么话呀？咱直接进去找江建国对峙，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你们，老公，你快来呀！有人要强闯咱家，还说话侮辱我，快来呀！谁呀？啊！臭小子，赶紧给我滚啊！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你告诉江建国，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江建国？啊，你说的是上一任房主吧？这房子他已经卖给我了。什么？卖了？不是，你们还瞅啥呢？是不是想尝尝我这棒滋味啊？你把我房子给卖了？你凭什么把我房子给卖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你那房子必须卖掉啊，否则你的身份太容易露馅了。我那个房子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收拾，尤其是……我已经让人把你父亲的遗像打包带过来了，看那间房子里也没什么可值得打包带走的东西了吧？确实啊，忙忙碌碌这么多年，到头来都是一场空。老易呀，你就这么抛下我走了，留下这个烂摊子，让我这个弱女子怎么办啊？是谁在那里？这么晚了，怎么会有声音？难道是家里进贼了？不可能啊，这里是全市最好的别墅区，安保级别，别说是贼，就连一只野狗也不可能放进来的。难不成是江建国趁我睡着，企图对我行不轨之事？这样不太好吧？是不是太快了一点？难道是保姆给我送的晚饭？不可能啊！我都说了我晚上没有胃口。小哥，我看你今晚没吃饭，你心情不好我能理解，但不吃饭不但睡不好觉，对身体也有很大的伤害。我给你做了一点吃的，手艺不好，还望见谅。江建国，难得江建国一片好心，我还把他想成下流之徒，真是不应该啊！小哥，你今天不去公司啊？建国，今天你一个人去公司吧，我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可是，小哥，我相信你可以的，我办完事情就去公司找你啊。那你自己小心点。娄小娥不去公司，她一定有什么目的，跟着她。婷婷，你一个人守在这里辛苦你了，妈也是没有办法。易中山他们对公司的控制权虎视眈眈，医院这边没人看着，妈有点不放心，担心他们来了，发现你爸爸已经不在了，所以只能辛苦你。妈，我不辛苦，
我就是有点想爸爸了。妈，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那么善良正直的人，他怎么会就这么突然的离开我们？为什么，妈？你别难过啊！你爸爸如果知道你这么坚强，他一定会感到骄傲的。妈，我觉得爸爸的死一定有蹊跷，这后面一定有隐情。妈也有同样的感受，我感觉爸的死和易中山脱不了干系，只是我现在没有任何证据。等到时机成熟了，我一定让先忘恩负义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罗女士知道，易中海先生的事还请理解，这是死亡确认书，需要加以执行。你们听见了吧？易中海死了，死亡确认书都签了。我就说嘛，跟着娄小娥出来，肯定能找着证据。这天大的好消息得告诉易总啊！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电话怎么不接呢？信号不好？满格啊！李大茂这个瘟神给我打电话准没好事，还是离他远点的好。既然电话有他，咱们就去公司找，这情报太重要了。走。喂，没看你牌吗？李大茂吕总不得入内。这不是，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吧？怎么拿我跟狗相提并论呢？哟，你还不如狗？你说什么呢？我抽你啊！哎，你那点破事，整个公司都传开了，给别人戴绿帽，给孙总从董事位子拉，差点还给易总害惨。你说你干的那叫人事？我呸！你哎，易总，你就赏个脸出来见见我们吧。我们家大茂啊，真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跟您汇报。还有洋洋工作的事儿，多亏了您帮忙，虽然没有入职成功啊，但是我们全家都会感激您的。这个臭婆娘，该不会把我收他们好处的事给我抖搂出来吧？李大茂，你有话说有屁话。易总，娄小娥上医院签死亡确认书了。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我刚从医院回来。娄小娥呀，娄小娥，我这回看看怎么狡辩。快跟我去医院。哎呀，不行，我得赶紧通知娄小娥。哎呀，娄小娥怎么不接电话呀？你这个怎么办？我得想个办法拖住易中山他们，争取时间。哎，怎么突然停电了？快找人修，晚1分钟就最缺风险。易老，我看这不像故障停电，是有人故意不让我下楼。必须阻止他们，不能让他们先到娄小娥那里。易中海先生，你愿意照顾娄小娥女士直到海枯石烂吗？我愿意。你看这虾多新鲜啊！哎，你现在呀太瘦了，多吃点。你也多吃点儿。我看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是吗？工作别太累了，要劳逸结合。好。
我知道了。来，吃饭。吹起来，吹起来，吹起来。老易，都怪我肚子不争气，也没给你生个一儿半女的。我不是说了吗？咱不提这个，咱不是有婷婷吗？可婷婷毕竟是领养的，她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什么血缘不血缘？我和弟弟易中山倒是亲兄弟了。你看他的所作所为，婷婷挺好的，她就是咱们的亲女儿。对。爸，我还没来得及孝敬你，你怎么就先离开我们了呢？这大概就是命吧。公司是老易一辈子的信息，我们娘俩一定要坚强起来，不能让公司落入贼人的手。怎么了妈？这监控有什么含义吗？哎呀，这谁把我们的董事长气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是我那个弟弟易中山呐！我跟他说多少次了，做人要低调。他呢，却定做了一个纯金的一个幸福纽扣，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有钱人。你爸平时穿着得体不张扬，而易中山那个家伙和你爸截然相反，他总是喜欢炫耀。这枚金扣就是易中山媳妇送的，所以，我爸爸的死不是意外，是易中山干的。这金扣虽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可以至少证明一点，是你爸在摔下楼梯之前，易中山在场。要不然，爸爸会死死的拽着这个纽扣。对，妈，那我们赶紧报警，让警察把易中山那个凶手绳之以法，给爸爸报仇。没用的，婷婷。易中山巧舌如簧，即使报警，他也不会承认的。眼下正值公司动荡，易中山对公司的控股权虎视眈眈，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妈，那难道爸爸就白死了吗？那难道你要让易中山那个凶手逍遥法外吗？婷婷，妈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让易中山那个王八蛋入得好死。但是眼下我们缺一个机会，缺一个将易中山连根拔起的机会。不好不好，易中山带着人朝这边过来啊！易中山他来干什么？哎呀，是李大茂跟踪了你，知道你来医院了。我想他八成知道了董事长的事儿，所以他去了公司朝易中山告的密啊！这个该死的李大茂真是一颗老鼠屎！嫂子，你在哪儿？龙小娥，你别躲了，我都看见你了。建国，你在这里躲好，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来。好，哎，你要小心啊！狗小子，你在这里干什么？我来送一位故人最后一程。哼，你说的故人是易中海吧？易中山，你够放肆的呀，还敢咒董事长死！哼，易婷婷，你一个养女没有资格说我。别忘了，你连继承权都没有。况且这几日我打听到，你天天守在医院，这个里面肯定有古怪。婷婷是我和老易的女儿，我不许你这么说她。这里是医院，让我的女人在这里无理取闹。让开！我要看看我的亲哥哥是不是死了。不行，你不能进去。糟了，这样可真的要穿帮了，这可怎么办啊？给我让开！不行，你们江建国去哪里了？易中山，请尊重死者。我不能害怕爸爸死的蹊跷，我不能让易中山这个恶人如愿。哟，养女护爹，
真是让人感动啊！可惜太迟。易中山，你要敢对我爸不敬，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不让你得逞！你刚才说什么？爸爸？哎呀，这可真是你的好女儿啊！我还没有问，就主动的告诉我，躺着的这个就是易中海。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糟了，一不小心说漏嘴了。养女又怎么样？我对我爸的感情比你们这些眼里只有金钱的冷血动物要真挚多了。易中山居然敢打他，我跟你拼了！你们放开我吧！你们别碰我爸！你们真是越阻止我就越觉得这白布下面是我的大哥易中海。真相即将揭晓。老小子，尸体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还狡辩什么？是的，而易已经走了。易中山，他好歹也是你的亲兄弟，如今他尸骨未寒，你居然当众羞辱他，真的是卑鄙无耻！你口口声声说易中海没死，我就是想在众人面前揭穿你的谎言。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从楼梯上摔下来？肯定是你从背后推了他，才让老叶失足酿成意外的。老小子，红口白牙，朗朗乾坤，你竟然污蔑好人！现在易中海就躺在这儿，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是我杀了易中海啊？这枚金扣是从老易手中发现的。易中山，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这能证明什么？也许是他捡的，或者是别人给的呢。易中山，你心虚了，这个纽扣就是老易从你西服上拽下来的，它可以证明老叶的死和你有直接的关系。还不赶快给我抢过来！你们休想得到这个证据，真相我会用生命来说。老小子，你这是自寻死路！好，我承认是我杀了易中海，可是现在死无对证，你又能拿我怎么样？鬼呀！你到底是人是鬼？冷血的狗东西啊！竟然把自己的亲哥哥推下楼梯啊！我向你索命来了！啊！我错了，大哥，大哥是我的错，看在咱们亲兄弟的份上，你饶了我吧！亲兄弟，你杀我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们是亲兄弟啊？是我的错，我该切刀万剐，我不是人，是我对不起咱们老易家的脸子。你别说那些虚的，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承不承认你自己是杀人凶手？哎呀妈，我害怕！这易中海是人是鬼啊？我哪知道啊？谁知道今天这么邪乎，我儿真看见鬼了。妈，这是真的假的？我爸他真的死而复生了。你到底说不说？用不用我带你到下面走一趟？是我一不小心。是你不小心吗？是我故意把你推下去的，大哥。易中山呐，你太天真了。终于我录下了所有证据啊！死人还会玩手机呢？易中山，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我是你的亲大哥易中海，我没死！你不可能没死啊！今天我做的这个局啊，就是想让你亲口承认
是你把我推下楼梯的。我没有。你还想狡辩到什么时候啊？你刚才讲的话我都录了音了，这是你杀人未遂的铁证。我跟你说，你要是再不老实，我现在就报警，让你蹲大牢。我承认是我做的，大哥，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你给我老实点，你别给我耍花样。你要记住，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缺席。还是易中海老奸巨猾呀！果然跟江建国那个草包不可同日而语。难怪啊，一个是总裁，一个是外卖游客。你刚才说我什么？啊？没说什么。董事长心思缜密，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你早就被我开除了，你没资格叫我他妈董事长。来人呐，这三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给我打出去！还愣着干什么？你们连我的命令都不听吗？哦，易副总啊，还是你教导有方啊！我觉得这个董事长的位置，还是你来做比较合适啊。不是，你们没听见董事长的命令吗？快把这三个猪狗不如的人给我赶出去！立刻，马上！是。你还在这站着干什么？给我滚出去！知道了。建国，真没想到你能想出如此妙计，化被动为主动，这样我们彻底解除危机了。不过刚才你差点露馅。李大茂，你们几个丧门星，我就不该轻易相信你们的话。现在你把我害惨了，把柄被易中海抓住了，是生是死全看人家心情。呀，我怎么这么笨呢？这个证据没那么复杂，我有个证据，简单又直白，我刚刚想起来。我可不想再被坑了啊！什么证据？快说。哎呀，老婆，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你是为了关心我才不让我抽。可是我，建国，是对身体不好的事吗？家里条件不好，洋洋还要上学呢，你整天抽的，把钱都浪费了。我命令你赶紧把烟戒了。我怎么就戒不了呢？小哥啊，这金子可不能胡乱吞呐，这对身体有毒啊！哎，幸亏我们现在在医院，把他及时取了出来。记住了，以后可不能吞了。事情很简单，只要勒住了金建国的胳膊，看他那个戒烟的纹身，就能证明是个假董事长。哎，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建国，你打伤出狱，我们回来啊，给你带点补品。哎，等你放！我让你看，果然是心里有鬼。大家一起上啊！哎，你们干什么？哎，如果你要是真的董事长，就不应该怕我们看你的手腕呀！快点看看他手腕上有没有纹身。果然有诈，把他杀不过4人。哎，你们干什么？怎么回事？纹身去哪儿了？我刚才注意到你手腕上纹着戒烟2个字，以你前妻秦玉芬对你的了解，她如果看到你的身份，自然就露馅。幸好我们在医院，我带你用激光去打掉他吧。好，这伙人，放开你的脏手！江建国，
肯定是因为你心虚了，想洗的纹身是不是？董事长怎么可能会有纹身？这里分明是受伤了，而且是拜易中山所赐。易中山呐，你真是头中山狼啊！你居然相信曲玉芬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妇人，还特意折返回来质疑我的身份。我看来啊，我对你太仁慈，我要报警！我跟你说，别报警，别报警！都是这个死八婆，她蛊惑人心，我就听了她的话，我才折返回来的。好，不报警也行。看见这3个人了吗？你呀，替我好好的教训他们，要不，哼，我对你啊就要大义灭亲了。易总，您千万不能信谋杀驴啊！虽然我们几次都无功而返，但是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易总，你别忘了，你可是受了。是易总，你打我儿子！把嘴给我闭上！得罪了董事长，简直是罪无可赦！你们几个，把这3个混蛋给我放到我的农场去，让他们学驴叫，一叫20个小时不许停。董事长，我这么处理您满意吧？我怎么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学驴叫？听清楚董事长说的话了吗？到了农场之后，给我开个直播，方便董事长亲自监督。听清楚了没有？易总，您不能这么对我们的，易总。易总，老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还不能把你的名字刻到墓碑上。等我将易中山绳之以法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一场葬礼。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易中山害你的证据，我们一会儿就去警局，为你讨回公道。老叶，幸好我们遇到了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江建国，否则真相就石沉大海了。婷婷，现在下山去警局。不好意思，先生，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小心点。哎，别再撞到别人了啊！好。夫人，我们去哪儿？去警局。一切即将尘埃落定，老爷，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哎，我手机呢？我手机怎么不见了？你的手机里可是有易中山的犯罪证据，你好好找找，是不是掉哪了？不可能啊！你们下山的时候，我正在看短视频呢。看到你们的时候，我手机就在口袋里啊。可能就是刚才玩轮滑的小伙子搞的鬼。趁撞到我的时候啊，把手机偷走了。娄小娥他们手里有我杀易中海的证据，这次恐怕真是完了。您得帮帮我呀！你活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做事动动脑子，而你呢，非得用那直来直去的卑劣手段，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不能伪装，我如果要是进去了，恐怕这辈子都出不来了。我得跑路。给我坐下。手机在这儿，娄小娥告不了你。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费斯曼先生。你是怎么得到易中海的手机的？易中山呢？你太让我失望了。阿尔法影视集团在大夏的业务一直被中海集团压一头，那个易中海又是个老顽固，说我底子不清，不肯与我强强联合。我本想通过把你扶上位来改变这个格局，可你呢，就中用的东西毛手毛脚，每次还得让我给你擦屁股。这件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明白吗？明白明白。如果你们几个管不住自己的嘴，那我就让你永远说不了话。我们能掌握分寸。那么现在这样，我的伙伴，你有什么计划？费斯曼先生，我真的是黔驴技穷了。你真是个不中用的蠢猪！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我绝对不会跟你这种粗劣的人合作的。您教训的是。高，实在是高。易中海，你马上就要陷入万劫不复。哎呀，你给我 stop！ 快把西装换上。啊，江建国，这个冒牌总裁，证据确凿，你还狡辩什么？啊！鬼呀！这一路走来，我们遇到了多少危机，多少挑战。本来一切都快要结束了，我却把有重要的证据的手机给弄丢了。小何，我对不起你。哎，小子，婷婷，哎呀，这手机丢了，全都是我的错，我太粗心了。建国，一件事情就过去了，先不说它了。但我们面临的是更大的危机。什么危机？这都是什么呀？这不是真的，这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现在各大平台的热搜第1名，全是关于你的信息。有人给你罗列了其中罪，是第3大罪，暴虐待下属。董事长，我们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们吧。第2大罪，潜规则女演员。易中海，他表面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实际上他禽兽都不如。他把我骗到酒店，我本来不想去的。碍于他投资人的身份，我一个18线小明星，我怎么敢得罪他？到了总统套房内，他竟然对我行不轨之事，这些照片就是他犯罪的证据。第1大罪，间谍，卖国贼。网上有大量的水军说你利用拍电影的便利，收集了国内机密信息，卖给了国内的一对势力，从中大量的掠财。现在网友们对你的评论一边倒，骂声一片。而这易中海这畜生，拿员工当驴一样拉磨，这是人吗？就是，把员工当牛马，这种人他怎么配当董事长？天啊！利用投资人的身份潜规则女演员，这也太恶心了吧！按年纪，这个易中海都能当他爸爸了，简直禽兽不如。竟然为了钱出卖国家，这个卖国狗肯定不能放过他。除了李大茂那件事啊，其他的都不是真的呀。这个女演员我根本就不认识，还有这照片、视频，这都是 P 的了。现在在解释都苍白无力了。当所有人都说那是真的，那就是真的。现在公司的股价已经跌至冰点，我们现在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公司就完了。小何，你有什么办法？现在唯一能缓解股价下跌的办法就是你引咎辞职。不行啊！如果江叔叔辞职了，按照咱们公司现在的规章制度，那岂不是便宜了那个易中山那个中山狼？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董事长这个位置。是啊，小何，不是说我贪恋董事长的位置，易中山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上面的董事长，有你俩好比的事。我何尝不知道？可是建国，婷婷，我也是没有办法了。中海影视集团是老易一辈子的心血，我做不到亲手毁了他一手创办的公司，只能便宜了那个易中山王八蛋。我日后一定想办法把公司再夺回来。这件事呢，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哦，对了，辞职发布会什么时候开啊？明天上午9点。我知道了，我会准时出席。建国，你去哪儿？我真是没用，不但没帮小何赶走易中山，反而让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最后只能落得引咎辞职的下场。
老板，再来一瓶。建国，建国，你这几天去哪儿了？那个朱尔还问我呢，你那个外卖员的工作到底干不干了？啊，对了，你竟然跟那个现在网上大红人易中海撞脸了，人家可是鼎鼎有名的大老板呐。不过啊，你也不用羡慕他，他最近呢人设有点塌房了，遭到全网人唾骂，估计好日子到头了。那些新闻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怎么可能？有证人，有视频，有图片，我看的真真的。那确实是假的，那视频和图片一看就是 P 的。哎，这孩子是谁呀？我儿子刚从国外留学回来，是计算机高材生。那他说是假的，肯定是假的。孩子啊，叔叔能求你个事儿吗？中海影视集团因为易中海的个人事件导致股票大跌，今天的新闻发布会肯定有猛料爆出。现在热搜前10几乎全是关于易中海的相关信息，我可得抓好这第一手新闻。这泼天的流量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呀。这个易中海算是在劫难逃。依我看他肯定会引咎辞职。我看必须得壮士断臂才能保住中海集团。哎，易总，那下任董事长看来就由你接任了，提前恭喜了。哎，钱总，不能这么说，这要等到新闻发布会结束才知道结果呢。易中海来了。跟在易中海屁股后面的小伙子很运生，不过无伤大雅。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能掀什么浪花的？关于最近网上对我的指控，我有话要说。人证、视频、照片，看你没有什么可狡辩的。就是，我就好好看他呀，怎么收场。哼！人渣，你除了辞职还有别的路可选吗？必须得把他抓起来绳之以法呀！看来一切快要结束了。网上给我罗列了7种罪名，长期的霸占了热搜。对于占用了公共资源，我易中海深表歉意。我看了网上的新闻和网友的评论，对于大家的指责，还有让我下台的呼声，所以我决定今天召开这个发布会。我要向大家隆重的宣布一项重大决定。首先，对于网上的这些指控，我必须要澄清，这些都是不实的指控，都是被人恶意制造的假新闻。在此，我宣布，我要起诉那些网络上的造谣者。我易中海一生都光明磊落，诚信为本，我绝不允许我个人的名誉和公司的声誉有任何的损害。为了正义，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没想到易中海没有选择辞职，而是硬刚到底。我易中海是一个从底层爬起来的企业家，中海影视集团是我易中海一生的骄傲。然而，就因为最近的这些造谣的事件，让中海集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还真是死鸭子嘴硬，还在那儿做生产，就把我们这些网友当傻子是吧？可不嘛，我看他怎么狡辩。说的倒是挺冠冕堂皇的，不是当演员可惜了。贼喊捉贼是吧？说的再好，在铁证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易中海，你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影响了公司的稳定和广大股民的利益，你应该立即引咎辞职，退位让贤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网上的这些流言蜚语和所谓的黑料都是子虚乌有，真是可笑。这证据都摆在面前了，你还在狡辩？既然你想要证据，我就让你们看看这事情的背后，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经过我的分析，网络上关于易中海先生所有的负面视频和图片都是经过后期处理的，并不是真实。你算哪根葱啊？在这信口雌黄，大言不惭！这些个视频和图片，你说假的就是假的？没错，凭我个人的技术分析，不能算作是证据。不过
我已经将我调查的所有结果已经交给警方的技术部门进行2次核验。大家请看大屏幕。经过热心青年何艳红和警方技术部门的反复确认，网上流传关于江建国的视频和照片均为经过后期处理的伪造品。关于自曝被地中海侮辱的女演员，我们有证据显示，她此前有过多次主动勾引投资方和导演的行为。此外，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女演员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她的银行账户收到一笔来源不明的大额转账。此事我们已经立案并案处理。至于污蔑地中海将机密资料传到国外的谣言，经过国外警方联系确认，确实有机密资料外泄，但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凶手另有其人，并不是网上流传的地中海。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网络不是不法之地。对于网上造谣者，警方将根据法律严肃处理。原来事情真相这样，那我们错怪易中海了。唉，原来眼睛看到的也可能都是假的，以后啊可不能听信网上的谣言了。差点错怪一个好人，这造的人也太可恶了，应该统统都抓起来枪毙。易中海，关于网上的谣言，警方已经还你清白，但是让员工像驴一样叫，这也是假的吗？关于李大茂网上直播学驴叫的这个事件，我澄清一点，李大茂呢已经被公司开除了，他在网上的行为是他的个人行为，与本公司无关。哼，你说的轻巧，这世界上哪有人愿意自己学驴叫的呀？这分明是你暗中威胁李大茂。李大茂害怕你报复，他才在网上直播学驴叫的。各位朋友，现在的这个网络呀，靠哗众取宠博取流量的人呢是大有人在，这李大茂就是其中的一个。众所周知啊，为了钱，这些人呢可以毫无底线，哪怕是让他去吃屎，他也毫不犹豫的吃下。哎，对，是前段时间我还刷这个主播，和猪同吃同睡。哎呦我的妈，那画面简直了！我看完了以后，3天没吃下去饭。这已经不算什么奇葩事儿，别说李大茂这种学驴叫的事儿，在如今的网络世界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流量密码嘛。易中海，你这还是在推卸责任呢。不管怎么样，这公司股价暴跌还是跟你有直接的关系。易中山，我发现你今天有点激动啊，难道这件事和你有关吗？我看明白了，经过你这么一折腾啊，哎，我好像真想到了一些线索，关于谁是让李大茂学驴叫的这个事件背后的黑手。哎，我觉得应该去查一查李大茂学驴叫的这个农场到底是谁名下的。不用，这个既然呢网上的谣言呢都已经澄清了，那这件事啊就到此为止吧。我想呢，这李大茂他也是为了赚取流量，自愿在网上直播的。易中山这个人变脸比翻书都快，这种事以后得离他远点喽。这易中山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拉胯呀！这场发布会也宣告着让易中海辞职的计划破产，这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好了，真相呢终于大白于天下。那么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就到此为止了。有请现在正在观看直播的这些网民朋友们，以后面对谣言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盲目的相信。谢谢。哎呦，江建国啊，你的表现真的太惊艳了！行，不仅挽回了老易的个人形象，还把公司的股价回升到了正常区域内。是啊，真的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小文。是那个心意我领了，我对花粉过敏。哎，这个我就不收了啊。哎呀天，我不知道，婷婷，你快把它收走吧。真没想到啊，一个大男人竟然对花粉过敏。不过也是，过敏是基因决定的，和性别又没有关系。花粉过敏，易中海以前可很喜欢养花的。花粉过敏，
就证明这个董事长真真切切的是个冒牌。江建国呀，江建国，你总是表现得那么天衣无缝，但这次我会让你原形毕露。即使你长得再像，基因也是做不了假的。等 DNA 结果出来之后，我就当面揭穿你。易中山这是在做垂死挣扎，得想办法阻止他。阿姨，你去哪儿？哪个不长眼的耗头？哎呀，易副总啊，我还以为是我家老易，你们俩真不愧是亲兄弟啊！从背后看，哎，太像了，难怪我会认错。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哥，你说这外企助理给咱的钱都花完了，上哪儿再整快钱？你就别做梦了，上次纯属是天上掉馅饼。要是再能挣到这种快钱，那该多好！我有个小事儿需要你们帮个忙，事成之后，这个属于你们。可以可以。瞎了你的狗眼！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要不是有急事儿，我打折你的狗腿！幸好东西还在。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医生，这报告没搞错吧？这报告上显示基因相似度99.99%，证明你跟他是直系血亲，不会出错的啊。喂，易总，刚才有警察来公司找你。费斯曼先生，警察已经限制我出示，这场牢狱之灾无可避免，这次一定要放我。你杀了人，坐牢理所应当，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可不想把牢底坐穿。费斯曼先生，我求您把我安排船偷偷出国，我知道凭您的能力是可以办得到。易中山，你这是自作自受，我为什么要救你？费斯曼，多年的感情份上，你帮我安排船偷渡出国，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您。我只是生意场上有点交情，谈不上多深的交情吧。易中山，你自己的烂摊子你自己收拾。你就真的忍心看到我这腿大堂吗？你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失望，我没必要劳心劳力的救一个废物。易中山，这次你必须自己承担后果。事到如今，我易中山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自己种下的因果。天下没有后悔药，既然如此，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快点，别磨磨唧唧的，今天的指标还能完成吗？小哥，我已经学驴叫连续叫了16个小时了，我已经叫了好几天了吧？就算是生产队的驴，咱也该休息休息了。就凭你也想休息？今天叫不完1万声，你休想休息！喂，易总啊，你可算来了！我知道错了，你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易总，您大人有大量，你就饶过我们一家三口吧。李大茂，我来这里找你，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被命运玩弄过的人。我来这里找你，是我想最后搏一搏。你愿意帮我吗？
义总，哎呀，义总，只要是您放过我们一家三口，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好，这可是你说的。义总，您说吧，想让我帮您干什么？我想让你绑架娄小娥。什么？义总，这可不行啊！这是犯法的，要坐牢啊！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了？我坚决不同意啊！我之前做的那些事儿，顶多就是赔钱、丢饭碗。你这不行啊！你这是犯法，我是要负刑事责任的。那好，来人呐！洋洋，你要放了洋洋，你放了他！于中山，我儿子要是手一个汗毛，我总归也不会放过你。李大茂，如果你不答应，我马上就让他死在你面前。于中山，这么说，你是答应了？我还有别的选择。大猫，咱们真的要这么做吗？这毕竟是绑架呀。我也不想啊。但是你说他拿洋洋的性命来威胁我们，我们只能按照他的性命，别无他法。李大茂，你不是直播去了吗？应该赚了不少钱吧？来这里干什么？哎呀，姐，你别提这事儿了。那个易中山呢，他就是个禽兽，让我们家大茂啊没日没夜的直播，还不给我们吃饭。我们都3天没吃饭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有，别叫我姐，听着恶心。姐，不是娄女士，你说我们刚从公司跑出来，是吧？我手里掌握了易中山犯罪的证据，他对我们如此狠毒，我们也不能让他好过呀。证据？难道说江建国的手机是被易中山偷走了？你们又从易中山那里偷出来了？手机？什么手机？不管了，先稳住娄小娥再说。对，手机被我偷出来，那快给我吧。但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一定不会放在身上啊！我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事不宜迟，跟我们去拿吧。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奇怪了，这小哥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哎，夫人今天出去办事了吗？夫人早上出门，到现在都一直没回来过。这到底去哪儿了呢？这黑灯瞎火，出什么意外怎么整？喂，江建国，娄小娥现在在我手里，你要是不想让她死的话，一个人带着100万现金和10亿支票来城东郊区的烂尾楼，我们做个了断。易中山，我警告你啊，你别乱来！现在可由不得你，我限你半小时之内赶过来，记住，千万不要报警，否则后果自负。哎，喂，你笑什么？难道你就不害怕吗？笑你无知。你明知道江建国是个冒牌货，你还拿我来威胁他。如果你杀了我，他就坐实了易中海的身份，完美的替代了董事长位置。从今往后，他就可以平步青云，成为真正的富豪。我可能会来救我，杀了我，他感激你还来得及呢。江建国要是半个小时还不来，那只能说你命中注定，阳寿尽。就你老公？不行，我有媳妇儿，我有儿子。哎，
坚决不行啊！是让你假扮我老公，又不是真的，有酬劳的。影视行业，哎，我曾经也投资过一部影视剧啊。我跟你说，我掏出了所有的家底儿。江建国，你不要给我东拉西扯那些没用的，你先听我讲。好，你说。假如我是公司员工，你是董事长，我是董事长，现在开始了啊，董事长早上好。哎，你好，你好。你是董事长，怎么能对员工卑躬屈膝呀？早上好。比刚才好多了。就这样。江建国啊，我相信你勤加练习，一定可以胜任这个角色的，是吗？是。你等我一下。来，换成这套戏服。怎么样？果然是人靠衣装，你现在和真正的易中海一模一样。是。江建国，你以后就跟我住在这边。这样不太好吧？是不是太快了一点儿？娄小河，我如果不救你，我就不再是外卖员江建国，而是名正言顺董事长易中海，名利双收，钱多到几辈子都花不完。可是，我刚才听到你和易中山的电话。你都知道了？你是害怕了吗？你是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妈被易中山撕票吗？婷婷啊，别拿你的脏手碰我！真没想到啊，平时看起来勇敢的江建国，碰到事情竟然是这么胆小如鼠的人，真是一点都靠不住。婷婷，说实话跟你说，我呢胆子确实小，我连这鸡我都不敢杀。我前妻经常这么嘲笑我，但是和你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已经爱上了你们。娄小河，我是必须要解救的，哪怕冒着生命的危险。江叔叔，如果我和你妈遭遇了什么不测，这公司啊，就由你来继承。拿着，是我签字的公司的转让协议书。江叔叔，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该有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江叔叔，你带我一起去救我妈妈吗？好吗？不，婷婷，如果易中山知道我带着别人来，那小何会更加危险。这件事就让我一个人去处理吧。如果我救你妈失败，以易中山的这种心狠手辣的风格，估计我们俩呀都很难活。婷婷，你们要顶住压力，坚强起来，把中海集团继续的发扬下去，这样才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看来你说的没错，江建国不可能为了你放弃数亿身家，他只要有了钱，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哼，看来我只能履行我的承诺，送你去见我的死鬼大哥。住手！江建国，我敬你是条汉子。你竟然没有放弃数亿身家来到了这里，哎呦，
勇气可嘉。建国，你糊涂了！易中山可不是个守信的，你为了我，太不值得了。小娥，你别怕，我就是来救你的。李大茂，你这是助纣为虐呀！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行为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没办法呀，是易中山他威胁我，如果我不绑架罗小娥的话，他就杀了我儿子，我不得不这么做呀。我给你看个东西。本市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在郊区农场内，一年轻男子被残忍杀害，警方正在追捕嫌疑人。我儿子，张山他不讲信用，已经把你的儿子杀了。他没告诉你这一切，就是为了掌控着你。易中山，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杀了儿子，我有点偿命，我跟你拼了呀！易中山，我要你血字血偿！李大茂，你竟敢跟我动手，老子今天我宰了你！大茂，大茂，就是你跟我斗的下场！我跟你拼了！臭娘们儿！今天杀一个也是死，杀100个也是死，咱们今天就一起下地狱吧！张叔叔，你今天收手还来得及，你不要一错再错！闭嘴！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手给我闪开！啊！手给我闪开！啊！建国，你没事吧？你怎么这么傻呢？为了我不值得呀！全全，临死还能有个戒备，可惜你就是个抽送外卖，你的身份跟我差远了。哎呀！叫救护车！叫救护车！救护车！7天了，建国，你一定得醒过来了，我不能没有你。建国，建国，你醒了。小娥，建国，医生，快来人啊！别人醒了。你们怎么来了？这位先生，易中山在审判时透露您是冒牌总裁，请问您对此有什么话要说？好吧，我承认，我并不是真正的易中海，只是因为和他长得一模一样，顶替了他董事长的身份，并做了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冒牌总裁的身份也该卸下了。观众朋友们，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真假总裁的故事，今天终于大白于天下。真总裁易中海先生已于上个月因被歹徒推下楼梯，导致重伤离世。而发生在上周的勇斗歹徒解救人质的事件中，而假总裁江建国先生不顾自身安危，为人质挡刀。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外卖员，但是在生死时刻，他却勇敢地奉献出了自我牺牲精神，值得我们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真没想到啊，这个月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易中海，竟然是假冒的，敢用身体挡刀的，真厉害！真是有情有义的好男人，小贱。建国那个，关于我当演员出演董事长的这出戏，现在已经圆满落下了帷幕。这1个月以来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梦一样。现在这场梦醒了，
我也是时候恢复自己外卖员的身份，回归原本属于我的平民生活了。感谢你让我度过了有生之年最刺激的1个月，祝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开心顺利。我的梦醒了，生活还得继续啊。这送外卖也挺好。哎，是你？哎，是你？小哥，你怎么来了？哎，不是来招演员的吧？我演董事长特别有经验。建国，你总是这么幽默。给你看样东西。好。哎，这不是我签字的给婷婷的那个公司转让协议吗？已经没有用了。你看，现在是外卖员，也无权转让公司。你仔细看一下甲乙双方的名字。你放弃了中海集团唯一继承人的身份，把公司交给易婷婷了。是的，婷婷和老易一样，比较热爱影视行业，也和老易一样正直。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下，中海影视集团会越来越好的。那你以后怎么办呢？怎么办都行，只要陪在你身边。小哥，来这边来，你去哪儿啊？去拉萨。这个电动车怎么去得了拉萨呀？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和你一起去。那咱坐飞机去。好啊。不行，坐飞机看不了藏羚羊，那咱坐火车。好啊。不是，怎么我说什么你都好啊好啊？只要是你做的决定，我都觉得好啊。